用占星术揭开事物的神秘面纱。大家好，这里是星象探世界。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聊聊天王星即将进入双子座这个重要星象对未来产生的影响。天王星进入双子座会影响我们7年左右，而在这承上启下的时间，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新的趋势正在悄悄酝酿。就在天王星金牛座纬度时，全球迎来一个举世瞩目的新闻：稳定币法案横空出世。稳定币 USDT 其实最早由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就推出了，直到这次天王星走到金牛座纬度，稳定币法案正式带来合法化浪潮。稳定币法案规定，所有稳定币必须1:1由高质量低风险的流动资产支持，包括美国国债、银行存款或者实物美元货币。这不仅支持了美国短期债务市场，还把非美元流动性导向美元。稳定币的优势随之凸显，像是更快的结算效率、更低的交易成本，还有跨境支付的便捷性。这些都在撼动传统金融体系的根基，更是改写了金融基础设施，颠覆货币主权的游戏规则。而这一变革力量也迅速反映在资本市场中，像是 Circle 自6月上市以来上涨6倍， Coinbase 上涨 43%， 还有像 Robinhood 上涨 30.6%。 稳定币法案在人们的将信将疑中，试图从技术创新走向制度规范。这个表面上是天王星金牛的金融创新，实际上我们看到这是天王星金牛座纬度发生的颠覆性法案，而且很快天王星即将进入双子座，所以这背后更是深有其意。那天王星呢，会在2025年7月7日进入双子座，11月会再次逆行回金牛座，到2026年4月再次进入双子座，并且会一直停留到2032年8月4日。双子座掌管沟通、信息、语言、学习、交通、社交，还有逻辑思维和教育。那天王星象征的是突变、颠覆、科技、创新、觉醒，还有自由意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稳定币法案的出现，表面上是金融形式的创新，实际上是一种信息媒介和沟通方式的创新。金融支付系统也是一种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沟通方式。天王星把货币创新从金牛座的资产形式推进到了双子座的价值传播逻辑的重构，所以天王星双子座会引爆价值流动的新时代。我们会看到信息就是资产。稳定币法案预示着全球可能会从货币本位到接口本位，钱呢不再只是钞票，而可能会是一个 API 接口和数字签名，谁能够被集成，谁就是钱。那双子座呢，也是非常注重通讯的星座，所以我们也可能会看到链上通信和支付整合。天王星双子强化的是低延迟、跨平台的信息和交易系统，也强调信任机制的虚拟化，不再是传统国家作为背书。所以稳定币呢，就是改变全球商业操作系统的语言。比如说，未来人工智能合约有可能直接可以调用 USDC。而且双子座也代表着桥梁、连接、B2B 或者是 B2C 协议，它不是靠国家的信用，而是靠透明的算法、审计链、零知识证明之类的新的形式来建立信用。所以这样的模式有可能会带来交易的去国界化或者低摩擦化。所以随着天王星从金牛座过渡到双子座，我们就站在这样一场变革的门槛上。双子座象征着交流和连接，那么天王星本身又是技术和创新，那这两者就会带来传统金融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塑。双子座它会带来协议上的兼容，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以联系和交流为核心的新金融生态。无论是 B2B 还是 B2C， 连接的速度、范围还有形式有可能会被改写。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强调的是一种高流通性、低成本，还有极高的交易效率。特别是在跨境支付的领域，有可能会带来实质性的降本增效的飞跃。那么数字渠道的拓展也可能会空前加速，就会带来像数据、身份还有服务的虚拟化。双子座象征的就是这样一种实体向虚拟过渡的趋势。
资产不再局限于可见的形态，而是可能转为一种可编程、可追踪、可流通的数字形态，像是我们熟悉的数字货币，还有 NFT 或者是链上信誉，甚至是未来的精神性数字资产。在天王星双子座的时代，金融、沟通还有意识将被无缝链接，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更自由、高效而且多维度的世界正在到来。除了横空出世的稳定币法案可能会引发金融体系的变革，天王星进入双子座也会在其他领域掀起浪潮。用这两股能量交汇在一起，我们就很可能站在一场信息革命 2.0 的起点上。 AI 语言智能还有脑机接口飞跃式的发展，有可能会彻底改变人和人还有人和机器之间的沟通方式。甚至呢，我们也可能会迎来一种全新的传播形式，比如像是图像语言，还有脑波交流，或者是以视觉化符号为主的跨意识沟通系统。不仅是科技的进步，也是人类认知还有表达方式的改变。所以在天王星双子的影响下，我们不只是链接更快更广，而是在重新思考连接的方式。而且教育体系也会迎来不可逆的改变。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那种线性标准化的教学模式，从小学到大学一步步获得学历作为社会的通行证。但是在信息加速传播、技术爆炸式发展的今天，这种传统模式也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未来的教育有可能会更加强调模块化学习，也就是个体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还有职业方向来自由拼接所需要的知识模块，摆脱过去那一种一条路走到黑的线性路径。因为双子座它追求的是一种知识的广度，还有信息快速流通的状态，所以接下去适应时代的学习不再是局限于课堂或者某个老师，也有可能会来自于 AI 教练，或者是沉浸式内容、互动社区，甚至是科技带来的一些新知识体验。因为知识的传授权力不再集中于少数的学术机构，而是在全球范围内打破壁垒，自由流通。因为在 AI 时代，信息被高度概念化和数据化，行业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这对通才的发展尤其有利。因为传统上专才是凭借深厚的专业知识在某一领域建起护城河，但是 AI 技术的普及和信息快速整合，这种护城河正在变得越来越狭窄，甚至消失。反而是那种能够跨行业整合信息、连接不同领域知识的通才，将会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竞争优势。那在未来呢，单一专业技能已经不足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了，所以跨界融合、创新思维以及整合资源的能力，才是推动个人和企业持续成长的关键。这也就说明未来可能出现很多全球广泛认可的新型在线教育平台，来彻底挑战传统大学体制还有地位。而且更深远的影响是，传统学制培养出来的人才不一定会很好的适应接下去发展的新趋势，不一定找到好的工作，有可能会被 AI 替换等等。所以学历正在失去它作为社会通行证的唯一功能，取代而之的呢是技能，还有人格，还有你的社交网络这三者的综合实力。所以这种趋势的转变就会从根本上颠覆我们对学习的理解，未来会推动教育回归以人为本的初衷，让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适合的成长路径。在快速变化的 AI 时代，传统教育体系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旧的知识结构和教学方法已经很难跟上社会和技术的进化，学生需要的不只是死记硬背的理论，而是需要具备整合信息、解决问题以及适应变化的能力。这就说明教育接下去需要创新，课程内容、教学方式乃至教师本身都需要转型。那内容创作者和教育者不仅要更新知识框架，更需要拥抱新的工具，像是 AI、互动式平台、可视化技术等等。比如谷歌发布的 Gemini AI 学习工具，为全球师生提供免费的学习和教学支持，可以实现智能课程规划。那对老师来说就可以大幅减少备课时间，对学生而言，多模态内容生成可以帮助分析作业，识别薄弱环节，推荐针对性资源。所以我们会看到教育、媒体、出版、内容行业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学校教的东西不再能完全跟得上时代节奏，传统老师的角色也会被更多内容创作者、新型的讲师所替代。学习呢，正在变成一个更加个性化的事情，工具和方法不断的在更新，谁能够提供高效的理解方式，谁就能够成为新的知识传播者。这其实也在提醒我们，别再执着于拿一纸文凭或者考某个证书，而是要关注我能不能把自己掌握的内容变成别人愿意听、愿意看、愿意分享的东西。天王星进入双子座也会带来社会集体意识，尤其是青年意识的变化。这次天王星的影响可能会让年轻一代变得更加激进、先锋和理性。有些人呢，就可能会抵制传统权威和既定的人生剧本，更加倾向于探索实验性还有流动性的人生路径，拒绝被固化的职业和传统模式束缚。这一代年轻人呢，会更加热衷于快节奏的生活和短期快速迭代，不断尝试和调整自己的方向。而终身职业、传统婚姻观念也可能会逐步被颠覆。天王星进入双子座的时代，我们会明显感觉到世界的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市场趋势瞬息万变，今天刚学的新知识，明天就可能会更新更酷的理论，刚出的创意内容转眼就被更有创意的替代。所以这是一个特别适合适应能力强、愿意持续学习的人生存的时代。所以别把自己困在过去的知识体系里，保持开放、灵活的思维特别重要。谁能够更快上手新平台、新技术，谁就有可能抢占新的风口。我们也会看到传统的书籍出版还有媒介形式会再次受到挑战，而像是数字内容、数字资产会迎来一波新的爆发，而且社交媒体的趋势也会变得更有创意、更吸引人眼球。传统的商业模式如果不加入线上推广、AI 客服、数字营销这些元素，很快可能就会感觉跟不上节奏了。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人和人沟通和连接的方式也在改变。AI 会改变我们的人际关系，未来很多人可能会拥有一个 AI 贴身顾问，像闺蜜、像情人一样的陪伴着我们，甚至成为我们每天最常交流的人。而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有可能会变成人加 AI 或者人加机器人所取代。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语言的壁垒也有可能会被进一步打破，比如像是实时翻译、脑波通信，这些看似科幻的东西有可能也正在路上。那在这个时代，科技甚至比国家的边界更强大，我们有可能会迎来一个真正的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新信息时代。双子座呢，也掌管着我们的交通。想象一下，如果你还生活在马车的时代，听说有一辆车可以自动启动，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现在这一切都变成了现实，而我们现在也正在进入一个智能交通系统爆发的时代，像是自动驾驶的公共交通，越来越多的新概念正在走进我们的生活。比如现在很多人可能已经听说了，谷歌旗下的 Waymo 自动驾驶出租车已经达到了 L4 级，不需要司机也能上路。而特斯拉的 Model Y 也正在朝着全程无人驾驶迈进。中国的异航飞行器甚至能让飞行上班成为可能。而且我们未来的出行工具不再只是地上的汽车，也有可能是空中的出租机。那除了交通工具本身，支付方式和管理模式也在改变。区块链技术有可能会被普遍运用于智能交通，比如说通过智能合约自动完成打车、支付，还有上传驾驶数据，来提升整个交通系统的效率和安全性。更有意思的是，不移动的通勤也在崛起，很多上班族现在可能连出门都不需要，比如像通过苹果的 Vision Pro 这样的设备，就能开启一场超真实的虚拟会议，在家就能够走进办公室，来共享桌面，协作操作。这种虚拟通勤的体验，也许在未来会变得更加流行。那交通的进化不只让我们跑得更快更远，也正在改变我们为什么要移动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可能根本就不需要动，就能够达到我们想去的地方。这些变革不仅颠覆了传统的交通业，也正在重构我们的连接方式。在天王星双子的时代，我们不再是被动出发的旅人，而是主动连接的节点。未来的交通不只是物理的移动，也是全方面信息的流动。
对于个人来说，我们正迎来一场意识的升级和思维的进化。很多人可能会开始用全新的方式去理解世界，不再是传统的知识逻辑，而更喜欢用符号、图像、关键词，甚至凭直觉来把握信息。以前可能追求的标准答案，现在可能会更重视创意表达和能打动人的想法。这个就是天王星双子座的魅力，它要我们甩开老一套的思维模式，用更自由、轻盈又高效的方式去和世界互动。这种转变最直接的就体现在信息的使用能力和沟通表达上。简单来说，就是谁能说清楚、讲得好、表达得出彩，谁就能够在这个新周期里面脱颖而出。所以我们基本可以确定接下去的趋势就是认知革命，尤其对于知识型工作者、自由职业者还有内容创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黄金窗口期。我们不再只是学习知识，而是要学会把知识转化成表达的内容，变成可传播、可销售的产品。可以是一段视频、一篇文章、一张图表，甚至是一次直播。不管是什么形式，本质就是要能够输出、能整合、能讲清楚。天王星双子的浪潮会让我们从单点专才转向跨界整合者的角色。我们不需要什么都精通，但是需要会打通不同领域的信息，把技术、美学、语言、数据、叙事这些元素连接起来，让它们变成一个对别人有用、能产生价值的东西。简单来说，就是要学会做一座桥梁，而不是建一堵墙。以前行业有护城河，知识是封闭的，但是现在 AI 也能写，也能查资料，单点的专业不再足够重要，反而是那些能够整合信息、包装信息、输出观点的人才能走得更远。而且天王星双子的影响下，我们的集体意识频道也被调到了一个高频刷新的模式，一切都变得更快、更碎、更轻盈、更飘忽。信息呢，就像潮水一样，一波接一波的涌来。我们不断的滑动、刷新、点击、跳转，脑子里总有声音在说，还有什么东西是我没有看过的，还有什么是我该知道的。而正是这种信息过载的状态中，我们的注意力也可能会变得有些碎片化，那专注力也会下降，有些人也会影响到睡眠质量。比如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明明已经很累，但还是躺在床上刷手机，或者脑海里不断切换各种想法、画面、对话，怎么也静不下来。其实这个就是天王星双子座带来的副作用。高频信息流让我们的大脑永远处于在线的状态，那这并不利于身心的平稳。所以静心、冥想、正念练习就非常有帮助。哪怕每天只是坐下来呼吸5分钟，或者关掉手机，听一段安静的音乐，都能够帮助超载的大脑慢下来。因为人工智能的影响，信息变得越来越唾手可得，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私教和顾问。我们完全可以把碎片化的时间用来练点小技能，也许某天他们就成就了我们表达自己。我们的社交关系不再是围绕某一个固定的群体、平台或者身份来建立，而是开始变得更加流动、更自由。我们可能会发现和老朋友联系越来越少，反而在一些社群、兴趣小组或者是匿名的空间里遇到志同道合的新伙伴。这种变化并不是我们变了，而是整个时代的表达方式在重组。比如我们以前加好友是基于现实的身份，学校、公司、老乡、同学会，但现在呢，可能会更加愿意加一个讨论区里面说话很对味的陌生人。而且我们的社交对象也可能会开始超龄，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比自己年轻10岁的人可能比我们还要成熟，或者某些网络朋友从来没有露过面，但是却有一种深层的连接感。这个就是天王星双子座的魅力，打破传统的社交规则，重新安排关系网络。而且有些人群可能已经发现了，现在的人呢，会更愿意和陌生人或者人工智能那里讲心事，反而和身边的人沟通越来越少，因为人们不想被贴标签，也不想被熟人误解。那这种逃离熟人社会的倾向，也是天王星双子座推动的结果。讲完了这次天王星进入双子座的大环境影响，我们来看看它将如何影响到每一个星座的个人生活。记得结合你的太阳和上升星座一起看。首先白羊座，接下去呢，你会迎来学习的爆发期，而且社交圈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天王星呢，会大大激活你的学习欲。
比如说，你可能会突然想学习新语言，报个 AI 编程课程，或者学习各种播客、知识平台，而且你的交流方式也可能会改变，信息呢非常灵通和在线，尤其有利于通过线上社群的方式打开社交。天王星呢喜欢打破旧的连接方式，所以有些人会和老朋友圈渐行渐远，但是意外的连接上更懂你、更新潮的频道。所以呢，接下去不要压抑你的好奇心，勇敢的去尝试数字社交、知识变现，这个就是你接下去信息时代的幸运通道。金牛座的人群，接下去天王星换座会让你赚钱方式有大翻新，你可能会开始探索全新的赚钱方式，尤其是结合 AI、社交媒体，比如像是开发新的数字化产品，搞副业课程或者做内容变现。总之，创意的模式才可能会让你接下去捕捉到财富机遇，而不是走过去的老路。那这个也可能是你开始去物质化的时期，有时候反而觉得拥有太多会拖累自由。那这段时间有些人也会从线下开始转线上来赚钱，或者对财富自由这个词有了全新的理解，不一定是要豪车别墅，而是自己能够随时选择说走就走的能力。所以呢，可以试着梳理自己的技能包，把它们包装成数字产品、知识服务，或者是创造可以重复的收入模式。同时也适合反思，你到底追逐的是真的钱，还是钱背后的自由感。双子座的人群，接下去呢，你会感觉到身份的重启，自我表达会有大变样，很多人会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所以这是你整个人设的一个重构时期，尤其是个人的表达方式、沟通风格，甚至你的穿着打扮，都可能会迎来彻底的刷新。天王星双子呢，强调的就是打破框架，所以你可能会突然想要写博客、做频道，或者是更加大胆的在社交网络里面表达真实的自己。那很多双子呢，可能会不再满足于过去传统的人设或者是标签，而愿意展现更加多元的身份，比如说同时是工程师又是博主，或者是全职妈妈加金融分析师，这样的一种混搭有可能会变成你新的身份标签。而且呢，天王星也会激发你的创造力，特别适合从事以前敢想但不敢做的创意，像是副业等等。所以你可以试着放手一搏，把以前你觉得那些不够专业、太跳脱的点子拿出来玩一玩，说不定这就是你接下去真正的打开方式。巨蟹座呢，接下去你会感觉迎来潜意识清理和大扫除，灵性系统会得到升级，你会感觉到迎来一段超级隐秘但是潜力巨大的周期。很多人呢会经历一场深层的精神洗礼，像是后台默默的在更新操作系统一样，所以非常有利于冥想，还有研究心理学、探索潜意识，或者体验一段时间的独处。你有可能会在这个期间体会到与众不同的心灵感。而且有些人呢不太想要过多的社交，反而喜欢和 AI 对话，或者写写私密的日记、观察梦境等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意识也会同步升级。接下去呢，非常适合顺应独处感，不要硬拽着自己去外向。那么这个阶段适合你去清理旧的信念，断舍离一些情绪包袱，用写作、绘画、梦境记录，或者是冥想、AI 对话之类的来慢慢整合内在。狮子座呢，接下去你的朋友圈会有重新组队的感觉，社交网络会开启新的模式，你会感觉朋友圈、社交圈还有合作关系开始重启。比如说原本的圈子有可能会渐渐疏远，或者说认识了一群新的脑洞清奇但又很有创意的人群，但是你们彼此呢聊得很合拍。有些人群呢就不再依赖大型的组织，而是用科技的手段去聚集志同道合的人群，或者自己去创建一些小组来实现项目、理想或者事业的共赢。所以接下去呢，不要执着于旧的社会标签或者人脉资源，真正的机会呢会藏在出圈以后。打开你的社交雷达，主动参与不同领域的协作平台，说不定未来的合伙人就藏在某个兴趣小组里。处女座的人群，接下去很多人有可能会更换跑道，重新思考职业的路径。你原本的工作轨迹呢，有可能会被打乱，比如说有些人会经历离职、换跑道，或者突然火爆出圈，成为新领域的网红等等。尤其双子座能量就是和信息传播有关，所以有利于媒体、内容、AI 创作、自媒体等等。而且接下去你也会意识到传统的职业路径越来越不稳定，很多人就不再追求那种铁饭碗和稳定性，
而是有趣和多变的斜杠人生。那么公司制度也会在 AI 远程化的浪潮中重新洗牌。接下去工作上，你需要更新观念和思路，不要套用旧的成功模板。你的身份会随着表达方式、科技发展快速转变，所以勇敢试错，未来在变，你也需要跟着轻盈起来。天秤座的人群，接下去非常有利于你跨文化探索，而且你会有新的人生信念。有些人可能会改变旧的观点，或者转专业、换国家生活，打开某种你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文化频道。比如说，你可能会开始喜欢某个小语种国家的内容，或者加入国际远程的工作网络，深度研究 AI 和专业知识的结合等等。所以接下去非常有利于你数字化、碎片化的知识学习，像是线上大学、AI 翻译等等，就有可能会成为你新的人生体验。如果你偶尔精神出走，这也是升级信念系统的信号，所以可以多尝试跨文化交流，在线进修，读你平时不读的书，你会发现新的精神指引。天蝎座的人群，接下去呢，你的财富系统会重构。接下去你可能会经历一些资源还有财富来源方式的变化，比如像是继承资产，或者接触到加密货币，探索数字金融，甚至用 AI 工具来提升理财策略等等。你也可能会突然意识到自己太依赖某种资源和某段关系，所以需要重新找回力量。那么接下去呢，你也需要捕捉市场的新趋势才能赚到钱，其中也要注意波动和风险。有些人群接下去资源会变得更加科技化、去中心化，比如像是共享经济、智能合约、虚拟资产等等。未来呢，是你大清理旧的债务、老关系还有负面情绪的好机会。学习一些数字理财工具，说不定你会在别人看不懂的地方找到新的财富管道。射手座的人群，未来呢，你会迎来关系模式的重启，也可能会建立更加自由的灵魂连接。接下去人际关系、伴侣关系还有合作方式都容易刷新，或者是解构重建。那这个时间你会更清楚自己要的是怎样的关系，不仅仅是陪伴，更需要思想上的碰撞、精神连接和一种彼此成就的流动感。所以你会开始思考传统婚恋关系的形式是否适合自己。有些人呢，会开始探索更加自由、共创型的模式。你也会更愿意和思想互通、理念契合的人共事，不再被头衔和表面利益吸引。所以接下去更适合你更新对亲密和合作的期待，不强求形式，而是寻求共同成长。真诚和灵活是你接下去最需要的2件法宝。摩羯座的人群，接下去呢，你需要打破传统的工作制度。AI 时代下需要重新思考你的工作。有些人呢，可能会思考什么是你理想的工作，比如说会开始远程办公、多重职业身份。那你也会对工作的自由度需求提升，对朝九晚五的忍耐力会变得更低，想要弹性、跨界、智慧整合型的工作方式。因此很适合你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智能化的转型，像是 AI 助手、自动化等等，去打破传统办公室这堵围墙。你的健康管理也会变得更加科技化，比如用智能手环、AI 营养师等等来提升自己的健康。总之呢，不要报一种技能或者一份工作，试着打造可以升级的技能组合。同时呢，要注意健康疲劳，不要被海量的信息搞崩，每天要建立定时清空脑袋的习惯。水瓶座呢，接下去你会迎来创意爆炸的时期，但是感情生活有些不稳定，恋爱观都可能会发生变动。这是一个创意脑洞大开的时期，不管你是做内容、搞艺术、写代码还是做生意，都有可能会突然冒出以前从未想到过的点子，像是和 AI 协作写剧本、做虚拟 IP。 那恋爱方面呢，你的感受也会变得更加轻盈、自由、多样性。有些人群会用更开放和前瞻性的视角来看待情感，而且会更追求灵魂共鸣。这种轻盈的态度呢，会让你不想要去束缚。那接下去呢，也非常适合你勇敢的玩，尽情创造，不要急着套入某些旧的模板。恋爱呢，也不必非走到哪一步，而是要找到让你心动同时又能自由呼吸的关系。最后双鱼座呢，你的家庭结构会迎来刷新，心理边界也会重建。你的家庭生活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有些人是搬家、换城市，甚至海外远程工作、旅居之类的。家庭关系呢，也会面临新的沟通模式，比如说长辈开始玩 AI 了，或者你开始以朋友的身份和家人相处，而不是传统的亲子角色。心理层面来说，这是你清理旧的情感执念，刷新内在安全感来源的好时机。
有些人会发现，我以为我很依赖谁，其实我早该独立了。那么接下去你也需要关注自己真正的内在归属感来自于哪里，可能不再是物理意义上的家，而是你和某个社群价值观的深层连接。所以不要害怕搬迁或者变动，也许这个就是你成长的催化剂。好了，这就是本期关于天王星进入双子座的分享。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星象解析，欢迎点赞、留言、订阅频道，这会是对我创作最大的支持，也让我知道你们最感兴趣的话题和方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